今天早晨看到老王直播才看见这个消息，张雪峰老师啊，2026年3月24号，就是突然离世了，是这个心源性猝死。我看新闻报道说他是在中午在公司跑步来着，在跑步机上面，之后出现不舒服，然后抢救之后，大概到下午3点多3点50好像就抢救无效离世了，年仅41岁，非常惋惜。我也是看了，我没看那个张雪峰老师的直播，但是我看了他很多的这种直播的切片，我也是从中受益很多。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就没有人做这种专业的报考指导吧，哎，当时看的那个报考目录，很多专业真的是懂都不懂。当时我们是这个石油石化子弟嘛，好多同学是报的这个石油专业或者化工专业，我觉得不太喜欢，就是觉得这种国企的工作环境啊，还有父母的这个工作环境，可能并不是太自由，就放弃了。当时就是很热门的，我记得我们班当时大概一半儿的男生可能报了这种金融专业，另外一半儿的男生就报了这种计算机专业。我就怕这个凑热闹嘛，我就很不喜欢这种随大溜儿，所以就找了这个中医专业。然后张雪峰老师在他的直播里边儿其实挺客观的，很多很多这种你没有医学背景啊，或者家庭没有资源的，你去学西医或者是学一些临床专业，你去卷的话，真的是7年制、8年制，真的读到博士可能也很难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工作。像中医的门槛相对低一点，而且更注重实践性吧。你这样学完本科儿去一些小一点儿的地方，还是能进入到这个医疗系统的。他在其他的很多这种建议啊，我觉得也是对，很多这种没有资源的家庭的人很好的建议。他自己个人的这个经历也是很传奇啊。本身学校就是郑州大学，之后他就做这种高考咨询嘛，嗯，我觉得做的还是很成功的，还比我成功多了，帮了很多的人。而且我看他的直播的切片，经常是给一些这种困难的学生啊，或者是一些人群做这种捐助，经常50万、100万的捐。他有经济能力以后，也是在回馈社会，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人。很可惜啊，刚41岁，84年的，比我还小几岁呢。但是他这个死亡啊，虽说是心源性猝死，非常突然就离世了，但并不是没有征兆的。我记得我看他的一些信息，里面就是23年吧，大概就是3年前，他就有一次就因为其身体原因就住院了，而且当时他在微博上写的就是因为身体不舒服被强制入院。那我想可能当时他应该就是有一些这种心脏方面的问题，因为一般的疾病他也不会是强制入院。而且我看他的这个直播，就是他从那次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我怀疑可能是当时做了个支架，这个没有确定这个信息啊，只是说从我的个人经验判断，我觉得当时他应该是心脏出现这种急诊的情况，出现一些很严重的症状了。当时医院，做了支架之后，让他强制住院休息了一下，观察了一下之后，他就开始健身，开始跑步。这个怎么说呢？从我的观察还有我的临床经验来说，这个是一个好事儿，但也是给他今天这个猝死埋下了一个大雷。我做运动康复的嘛，所以我就经常跟我的患者说，就是，到中年以后就不要尽量不要选择这种单一的，枯燥的锻炼方式。跑步是很好的运动，但是你如果强度不合适或者不适合身体的状况的话，反而可能会容易
造成一些身体的问题。大家如果跟这种心内科的大夫打过交道的话，就会知道，呃，心内科的大夫啊，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说常年坚持运动的人啊，因为这种人呢，他往往是嗯身体的内脏啊、器官啊已经适应了比较好的一个血氧状态，然后他万一有一点点波动，比如说工作疲劳，或者说突然运动停了，或者说突然出现这种情绪激动，总之出现突发情况吧，或者某种意外，他的这个心脏就会突然不适应，这种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非常严重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反而是那种平常很少运动，或者说运动量比较轻的，比如家庭主妇呀，或者说他就是一办公室文员，他可能日常的活动量比较小，这样他身体的内脏也好，机体也好，对这种血氧的供给需求呢也不是那么高，这样他只要不会突然剧烈运动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而且一旦出现问题呢，他自己往往身体就会有感应，就会及时就医。而前一种呢，他因为长期坚持运动，他一直觉得自己身体状态很好，反而会忽略身体的一些信号。这些信号就是会让你有不舒服，甚至是只是单纯让你觉得疲劳。一会儿我会讲一讲，就是说哪些信号要值得提起注意来。嗯，虽然现在都是叫心源性猝死，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出现这种心源性猝死之前，你身体一定会出现一些征兆或者一些这种反应不舒服吧。这个时候你如果及时的去就医，甚至你及时的调整一下生活方式，调整一下生活的节奏，停下来休息一下，往往就可以避免这种心源性猝死。这个在现在中国来说，或者说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些东西。我看数据，中国现在每年平均发生的心源性猝死是54万，将近55万例，差不多一天是1500人，而且80%的这种猝死是发生在医院外面的。为什么说发生在医院外面很恐怖呢？因为我之前讲那个勾勒姆医生讲过嘛，就是院外的这种 CPR 也好，这种如果出现这种心血管意外的时候呢，你去做心外复苏，做这种心脏按压，做人工呼吸，成功率是非常低的。中国统计的院外这种急救成功率可能不到1%，并不是说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就是出现一个情况，你及时做个心脏心肺复苏，及时拿除颤仪除一下，然后做个人工呼吸，这个人就能救活来。实际上，真正成功救活、状态很好的不到1%，非常非常低的成功率。这个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勾勒姆那医生那本书，台湾是叫做《医学的张力》，我把链接放在我那个视频下面了。但也不是说没有成功的案例啊，尤其是你像在加拿大，前一段时间我一个朋友李大夫，他刚好就是跟张雪峰这个情况很像，是在工作当中正在诊所里面工作的时候，突然他是右侧的胸部不舒服疼痛，他之前也有过，但是这次呢就觉得明显是不一样啊，因为他学医嘛，他学中医，他也了解一点，所以就觉得这个不对，然后很快就反应过来，赶紧叫他们诊所的前台说，我现在不行，我肯定是心脏有问题了，赶紧的不要打电话了，你就是开车带我去医院，可能就是十几分钟吧，就送到本达比的这个急诊了。到了急诊，他还是能搀扶着走到急诊的门口，然后到了门口，刚做完心电图，因为很快啊，这心脏不舒服，这边的急诊是很快处理的。做完心电图，马上医生就留着，就推到手术室，说，两个血管，一个已经堵了100%，完全堵死了，另一个堵了70%，马上就给摁住，就住院就得治疗，马上做手术。而且当时他还挺有意思的，就是
本达比医院当时没有手术室，这手术室都排满了。然后本达比医院是给他联系的新西敏，就另一个城市的医院，然后急救车带着这些这种急救的设施啊，然后就给他送到这个新西敏，很快就做上手术了，然后放了一个支架，然后隔了几周，隔了2个月吧，应该是这周放第二个支架，非常的及时。然后他做完以后，当时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就好了，而且后续日常生活工作也没有受影响。非常的及时，这个真的是给加拿大这个医疗体系点个赞。好多网上新闻就都是说这个加拿大医疗这不好那不好，各种负面信息。但是从我个人，然后我身边的人、家人，还有朋友的朋友，亲身经历的这个加拿大的医疗体系，尤其是急诊，真的是非常规范、非常给力的。你像我在国内，我也在急诊工作过，我也去过别的医院的急诊，我知道大概情况，就是我觉得效率是比中国的急诊效率要高得多。这个是李大夫的经验，他的这个做的支架嘛。那我想，如果要是张雪峰老师他有这种及时的抢救，可能还是嗯有机会能够恢复的。当然，最后昨天他这个很遗憾的去世，应该也是抢救。我看新闻说是连呼吸机都上了，但是也有新闻说是他可能出现不舒服，人已经倒了，过了半个小时才送到医院，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抢救的成功的可能性了。因为这个心脑血管这个是黄金4分钟，就刚发作及时治疗，那就是成功率就越大。李大夫那个说做完支架，他们那个主治的大夫就跟他说，你要是再晚20分钟，可能就会非常严重了，就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啊，或者说是抢救的风险就非常大了。另外，像我们认识那个王大夫，他前几年吧，应该也是，他那个会更严重一点。打篮球的过程当中也是运动，本来之前状态都不错，打篮球的过程当中突然心脏不舒服，人就起不来，躺在那儿。好在就是他一起打篮球的，也是做医疗系统的这边的一个注册护士，当场给他做这个心肺复苏，然后及时的就医，好像是做了这个搭桥手术吧，后来恢复的这几年看起来状态还是不错的。哎呀，加拿大的这个医疗体系怎么说呢？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这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种状态了。这些都是不用患者花钱的，你有身份有这种 MSP 卡的话，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认识朋友啊，他肿瘤复查，然后需要做一个 CT，因为温哥华本地的这边医疗系统、医疗资源比较紧张嘛，就说你要预约的话，这 CT 可能要排到3个月以后。当然，这个医生呢，他要做这个下一步治疗计划的这个决策嘛，他需要尽快一点。你肿瘤有的时候担心它复发呀、或者是有什么进展嘛，所以就建议他说，你这样吧，可以去给你联系科罗纳，就是 BC 省东部的山区的一个城市，说那边是可以约得快一点的。大概不到1个礼拜还是1个礼拜啊。然后说你愿不愿意去？你愿意去的话就给他联系，然后他肯定同意了，你要不然等3个月，好多事情就耽误了嘛。然后他同意之后呢，呃，加拿大温哥华这边的医院给他订的机票，往返的机票，然后找了，因为他英文不太好，就找了一个陪同人员，可以给他做翻译的，然后帮他预约，帮他联系。然后到了科罗纳那边做完检查，中午吃饭，然后包他一顿饭钱，就是你街面上餐馆随便选，选完了只要不超过多少钱，这个医院的费用都给你报销，然后坐飞机去，坐飞机回来，当天做完检查，这个结果也很快出来，非常及时。这是我知道的这个信息，这个我觉得你在中国可能是很难能做到这种程度。还有一个像，嗯、我一个朋友，这个聂教授，他的邻居是
一位上海来的老先生，他是上海应该是小众文艺圈儿的一个名人，名字就不说了。当时他是什么情况呢？是颈动脉夹层，大家如果上网查一查，应该知道这个情况，也是很紧急的情况，抢救成功率很低。他是英文不好，年纪很大嘛，嗯，结果老伴儿和孩子呢，又因为一些事情回上海去了，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在家，突然发作，不知道什么情况，啊，突然话也说不出来了，人也动不了了，然后就赶紧找这个我的朋友聂教授，然后聂教授他们就打了急诊电话，急诊电话来了，拉到医院就做了手术了，这个急诊直接推到手术室，一分钱没花呀，住院期间饭钱都是这个医院出的，然后配了翻译，之后可能过了3个月又做了第二次另一侧的这个颈动脉夹层的这个手术嘛，最后恢复的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要是作为这个新移民，从中国来到加拿大呀，或者来到其他国家，你要了解这边的医疗体制、医疗体系它的运作规则，你要正确的使用，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反而是你如果是按照中国国内的那种医疗规则去想法去做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处处碰壁，觉得哎这也不方便，那也很麻烦，然后各种脉啊这种，但是真的有需要，你真的是走流程，有的时候是非常快的，效率很高。行，这是加拿大医疗，咱们就不多说了。今天主要还是说说这个张雪峰张老师。哎呀，他这个之前其实是有过一次，那他应该是很重视了。我看他也有在每天坚持跑步，但是呢，他还是发生了这种意外。这种意外呢，我看直播间里面也有人提醒过他。我看到今天还有一个那个，他应该是他直播的切片嘛，有的人在这个评论区里面就说：“哎，张老师，你最近这个嘴唇有点发紫啊，你是不是心脏有什么不舒服？该查要去查一下。”结果他很激动的就说：“哎，不会啊，我是跑马拉松的人，我半马跑多少，全马跑多少，我跑的会比你快。”这个呢，就是很典型的，他把这个运动表现和你身体脏腑的这种机能做成一个默认式联系的，觉得我运动好，我身体壮，我就不会有疾病。这个其实是很多的人都会有的一个错误观念。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这种职业运动员反而是一个猝死或者说发生这种运动损伤啊、运动这种严重的疾病的高危人群。运动可以让你的身体状态、让你的精神状态更好。但是呢，你一定要科学运动，一定要符合你身体的状况来运动。如果你忽略身体的运动信号，你的这种运动方式不匹配你的身体，那可能反而是让这种健康状况是在不断在下降的，下降到一定程度，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导致一些问题。这个就是说，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这种，心源性猝死有很大的不同。就年轻人的猝死，往往是叫，无病史、无预警、进展快。老年人的这种心血管老化呀，它往往是有一个这种缺血预示，就是他慢慢状态变差，一点点堵，他活动也少，那反而不一定出现这种突发性的状况。就年轻人呢，他发病一旦这种心肌缺血或者肥厚一定程度，或者他的电解质紊乱，反而是容易出现特别危险的这种情况，死亡率是比老年人更高的。那我今天就简单结合着这个张雪峰老师他的一些行为吧，就讲一讲说，这种容易诱发心源性猝死的一些危险行为。第一个就是剧烈运动，其实就是说张雪峰老师他这个发作的一个很大的
因素。第一个，他中午12点多应该是刚吃完饭，他就去运动。我想可能是他下午还有别的工作安排啊，所以想趁这个时间段，哎，跑步机上运动一下，然后消消食。嗯，但是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危险，因为你刚吃完饭的时候，大量的血液是集中在这个胃肠消化道的。这个时候你去跑步也好，去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它会让这种四肢的肌肉充血，然后四肢的肌肉充血，人的血液是固定的，那它这血从哪儿来呢？它就是从你的内脏里面出来，从你的大脑里面出来。那它这些地方，心脏这些地方、肾脏、肝脏这些地方，它出来以后，你的外周血液循环变好了，那你的脏部血液循环反而可能会变差。然后如果它提前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就有可能有这种急性的意外出现。除了剧烈运动啊，就是他选择跑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而且他跑的是半马啊、马拉松啊，而且我看他跑量还不低。现在3月份刚20多天吧，他说跑了70多公里，这个跑量不算低了。任何的单一运动，你从运动康复的角度来说，就是你如果选择一项运动，不管是什么运动，嗯，第1到3年，你从不运动到运动，你一般都是受益的。就是这个运动啊，通过你的身体的活动，你的身体状态、肌肉状态是越来越好，你的感觉也会越来越好。往往是到第3年、3到5年，就会开始出现，因为你做单一运动，运动模式比较单一，就出现种种这种运动损伤。运动损伤累积到一定程度，然后慢慢你因为这个单一的运动形成一种运动习惯，比如说跑步你的跑姿的问题，或者说打高尔夫球、打羽毛球啊这种单向旋转的运动，它形成的这种体内的这种力学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出现一些严重的运动损伤。然后通常到10年左右吧，呃，单一的运动模式，它就会形成一个固定的一个反馈。这个时候，人体如果还继续从事这项运动，你健康从中得到的受益就非常的小了，因为你的神经系统、你的肌肉系统、你的运动模式，它已经习惯这种运动了，它就不太容易能够让你从中得到正的反馈，反而是负的反馈变得越来越多。所以从运动康复的角度来说呢，中年人，尤其是40岁以后的吧，就建议大家，如果是运动，尽量就是选择多样化一点，就是运动模式多样化啊，不是说，哎，我又打网球，又打羽毛球，又打高尔夫球，那你这个运动模式没有太多的变化，啊，或者说我又滑冰，然后又滑雪，那也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是一个运动模式。最可怕的就是说，你选择说，哎，我又喜欢滑冰、滑雪，然后我又喜欢游泳，我选择这两个运动。那这两个运动呢，它运动模式是相反的，并不是说我选同样的，相当是重复嘛。那你选相反的，它其实是互相打架的。好多有经验的这种教练都知道，就是你如果是小朋友、小孩儿想要从事这个专项的训练呢，就是你滑冰、滑雪和这个游泳啊，只能选一项。你如果两个都选，最终你2项可能都做不好。讲到运动，就多讲一点儿。如果是你想跑步呢，我建议你，如果是在跑步机上面，就不要跑太快，就是稍微快走啊，或者是中等速度跑就可以。然后还是尽量的想办法，多做一些变速跑，就不要匀速跑。匀速运动，你从物理学上来说，匀速运动是不需要施加力的，它是更多是靠一个惯性。那你这个身体的锻炼效果也好，然后对健康的提高也好，并不是那么多。而且跑马拉松，马拉松在运动分类里面是属于极限运动，它对人的这个耐力要求非常高。长期跑马拉松的人，通常都是消耗大于受益的。第一个跑马拉松的人，就是跑完之后就去世了嘛。
大家其实更多的可以试一下，就比如说短跑，或者说是中长跑，比如说800米，800米的话，既有速度也有耐性，对身体的这种锻炼是比较全面的，而且也避免过于剧烈，或者说对耐力啊，对这种体力消耗过多。嗯，也可以多做一做这种变向跑，就是让身体各个角度啊，肌肉关节能够多刺激一下，避免说你形成一种固定的预设模式，这样反而是容易积累这种运动损伤的。你通过变向跑、变速跑，控制好这种运动强度，身体才能受益，还避免损伤。除了这个，就是张雪峰老师他选的这个跑步这个运动啊，它有一个最明显的，也是很多人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过度疲劳和熬夜，这两个可以视为一体。好多心源性猝死，最大的诱因就是慢性疲劳。有人就是翻他这个微博嘛，就是非常多大量的这种微博都是在讲说，哎，我觉得好累，我觉得好疲劳，还有就是说，哎，3点钟，飞到某个城市，然后4点钟到酒店休息一下，白天就开始要讲课，然后下午还要飞到另一个城市，那这种肯定是他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好多人是为了工作也好，为了生活也好，不得已，但是好多人其实是可以控制这个节奏的。嗯，我之前年轻的时候吧，也有一段时间就是，非常累，那个时候都不是2、3天一个夜班了，那个时候这真的我最长的一次，好像将近2周没回家睡觉，就是白班儿夜班儿白班儿夜班儿这么车轮战，你有时候也要替同事值个班儿啊。那个时候就是下来，我就觉得整个人就都木了，就是反应都变慢，而且就是整个人这状态就觉得晕晕乎乎的，你在干什么都有点迷糊了都，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不好。然后过度疲劳和熬夜，也会让你这个神经系统啊、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出现紊乱，这个都是给健康留下非常大的隐患的。好多人觉得说，哎，我疲劳了，我累了，我睡一觉就好，或者说我今天熬夜了啊，白天补个觉啊，睡到中午再起来，这都是特别错误的这种观念。我老是说这个健康就是认知的变现嘛，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治过一个病人，应该是搞 IT 的吧，年轻的时候是运动员，后来上大学学这个网络，进这个互联网大厂。他就觉得我一直在坚持运动，他运动量是非常大，但是我怎么老是这么疲劳，而且这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呢？他的当时是整个半边身子麻，然后去了北京很多医院，都没查出什么原因来，就两种，一种就认为他是精神有问题，还有一种呢就认为他没病，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然后我看看他状态啊，就是我说你是不是经常熬夜呀？本来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问题嘛，就是你有没有熬夜？然后结果他反应特别剧烈，他说我从来不熬夜的。我就觉得当时我觉得不太难以置信啊。我说你这个身体状况、你的症状，还有你这个跟我对话的表现，你这个很像就是熬夜，因为他那个眼圈特别黑，啊，整个人就状态就是有点那种一点就炸那种，有很暴躁的状态，阴虚火旺。然后他说我一般正常4点之前肯定睡觉，怎么能叫熬夜呢？哎，我当时都把我问住了。我说4点睡觉还不叫熬夜吗？我说那你觉得什么叫熬夜呢？他说就是那种啊，直接一宿不睡，然后第二天早晨正常白天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一晚上都没有任何睡觉，那个才叫熬夜啊。我说那我看来我这个是
这个观念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中医也好，从现代医学来好，就是生物医学来讲，就是超过11点没睡觉，没有入睡，不是说11点上床啊，是11点进入到深度睡眠，就算熬夜了。因为人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它就是按照这个生物钟，你到11点到1、2点钟的这个时候，它进入到这种修复的模式。如果你没睡着，就是中医说的阳不入阴，或者说西医说的你这个神经系统没有进入到这种修复状态的话，那你就等于你这个睡一觉，你可能你还是睡6到8个小时，甚至有的人睡到中午12点，你的神经系统依然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的。所以大家一定注意不能熬夜，就真的是早点睡。而且万一你说我因为特殊情况，比如这个很多温哥华这边他可能在国内还有业务呀，他要这种晚上凌晨处理一些事情，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说我睡得晚，然后我就直接睡到中午，这种情况呢叫中医里面就叫双杀，就是你晚上的时候你阳气没入到这个阴里面进不去，然后你到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升起来了，你这个阳气该起来的时候，你反而不让它出来，你继续让它憋在那儿，那它就一天都出不来了。你从神经系统来讲也是，就是你就等于让这个神经系统是紊乱的，你生物钟也紊乱了。可以就是稍微补个1到2个小时的觉，但是最好是你等到过了中午以后，然后不要时间太长，其实有个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可以。然后接下来几天一定要早一点睡，你要连续这个熬夜的话，这个是很难修复过来的。我们讲了这个剧烈运动，然后过度疲劳和熬夜，还有一个呢，就张雪峰老师他那个明显是处于一个压力过大，还有这种极端情绪的状态。我看过他这个一些直播切片啊，没有全看，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这个压力很大，可能他开公司创业啊，我看他自己在直播里面说过，开了可能在苏州有10家公司，相关的产业布局的很大，那他这个压力肯定是很大的，而且他好像对他女儿这个教育啊培养也很上心，都会给他带来一定的压力。然后极端情绪呢，这个中医也是这样讲，然后心理学上也是这么讲。然后从现代医学来讲，也是你这种极端的情绪，就很容易引起这种血压的波动。血压其实是这样，如果你是处于一个相对高一点的状态，如果比较稳定，也还 OK。如果是你血压相对低一点，比较稳定，也是 OK 的。最怕的是忽高忽低，就是它这种波动，它会对这种血管啊、脏器啊产生冲击，这种时候就会出现危险了。那这种极端的情绪就特别容易让这种血压还有身体的机能出现这种剧烈的波动。剧烈运动也是一样，但极端情绪往往更明显。我看他那直播，经常就是有一些咱们说这种是认知不够啊，或者说是素质不太好的人，就给他这个咨询。但咨询那些问题啊，你就是让任何人来说，可能都很难回答，或者说回答出来之后啊，你就容易让这个情绪控制不住。这个是压力和情绪。还有一个是暴饮暴食，还有饮酒，就是饮食，这个是，呃，也是一个很多人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发作，就是暴饮暴食和喝酒、酗酒直接导致的。我们之前工作的医院嘛，有这种同事的这种爱人吧，就是春节的时候去喝大酒，直接酒桌上就出溜下去了，当时就抢救不过来了。那暴饮暴食跟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你暴饮暴食之后，你胃肠道的这个压力一大，它会对这个血压也会产生一个
很大的刺激。酒的话，酒精的安全饮用量是零，就是有的人他喝一滴酒，喝一杯酒，他就可能会引起一些极端的身体状况，肝的问题、肾的问题、心脏的问题。所以大家能不喝酒尽量不喝呀，这是饮食。说到饮食，这个暴饮暴食，还有的就是这种饮食结构的问题，就是我们吃中餐，可能有的时候这种生的东西啊吃的相对少，所以你纤维素还有维生素这些相对容易不够，这就容易引起这种便秘，或者说大便不正常吧。然后用力排便也是一个诱发心源性猝死的一个很大的诱因。这个没有报道，但是在医院或者在急诊工作过的都知道，很多在家中这种发作的都是在马桶上面，就是他先是便秘，然后出不来，他又用力，这腹压一下瞬间增得很大，而且持续很长，导致这个压力一大，他这个心脏出现这种极端情况，就出现问题了。这是排便的问题，大家是要想办法，一个调整饮食结构，一个可以用一些保健品。我之前提过这个纤维素嘛，还有这种益生菌，都是很好的调节排便的状态的。这个就是你看你是成型啊，还是不成型啊，还是太干呀、还是什么？这个通过保健品也好，通过中药也好，通过西药也好，都是可以很好的调节的。大家要重视起来。另外一个好多容易出问题的是一个早晨晨起的时候起床太猛，尤其是现在是冬天，呃，到春天嘛，就是气温的有一个变化，然后还有就是秋天到冬天啊，这些都是这种季节变化的时候，室内的温度还有你在被窝里那个温度可能差别比较大。然后人呢睡了一晚上，你静息的平躺的时候睡了一晚上，血液循环也好，神经也好，你心跳也好，都是相对处于一个比较低的状态。这个时候大家不要突然就是我一醒马上就蹦起来，然后该急着着急做饭呀，急着帮孩子弄这个弄那个，或者说急着出门工作呀，就是你在床上先静静躺个3、5分钟，或者说伸伸胳膊啊，伸伸腿，活动活动颈椎，动一动，让这个身体热起来之后，适应一下这种室内的温度，然后再出来，再下床，这样就更安全一点。之前我记得是报道，好像有一个企业家吧，就是出差的时候，然后在酒店里面，他就晨跑。那个地方可能是属于一个高原地区，所以海拔有点高，他就穿的比较少，然后早晨出门就出现猝死了，这个特别常见。所以晨跑和夜跑都不是太建议啊，就是普通人你如果是正常的生活作息的话，就尽量不要挑这个早晨和晚上这两个时间段啊做运动，可能本来是不是那么剧烈的运动，也可能让你这种身体状况适应不了，出现这种危险的状况。就是起床太猛，像剧烈运动、过度疲劳、熬夜、压力、情绪、暴饮暴食、喝酒，然后排便、起床太猛，还有几个啊，还有一个是洗澡，就尤其是加拿大这边，可能家家都有这个浴缸，好多人就喜欢泡澡，觉得舒服，然后一泡的时间特别长，一泡半个小时、1个小时，甚至更长。这个也是非常容易引起这种心脑血管问题的一个诱因，就是它急性发作。如果你身体之前已经有一些征兆，或者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长时间泡这个热水澡，你等于让你的这个身体啊、心脑血管声音比较小。哦，我试一试怎么调啊？你正好直播我学一学怎么调这个混音器。
怎么调这个增益呢？我看我这个已经到这个绿线的上头，快到这个黄的区域了。话筒调一下，调近一点儿，这样声音能行吗？我这个怎么调增益？你们谁会调这个东西？我看看怎么调啊。锁定音量，这样声音会好一些吗？不行，好像声音更小了。哎呀，大家试着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手机的音量调大一点吧。我这个麦克风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调。大家早上好啊。刚才说的这个长时间泡澡，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连续2次脑血管出血，倒不是心脏啊，脑血管出血有一次是脑血管，有一次是心脏出问题。第一次呢，就是他在这个桑拿比这个泡热水澡更危险一点，而且他是喝完酒以后就去泡桑拿，然后当然正好是他跟他同事啊朋友一起，所以呢就说着说着话，突然没声了，一看这出溜下去就不动了，赶紧的叫这个急诊。那幸亏跟我们这医院人比较熟，而且特别近，就在同一条街上，然后赶紧拉到急诊抢救。还别说年轻，当时他35岁吧，及时抢救治疗，状态恢复的特别好。结果他就没当回事儿，没当回事儿。过了好像不到3个月，一样的，又是喝完酒又去弄这个桑拿，就又出溜下去了。这个第二次就比较严重啊，就是直接就出现这个偏瘫的症状，后来恢复了将近半年吧，才完全恢复过来。哎呀，差点就是救不过来了。他这个本来计划挺好，在这个北京做生意，年轻有为，30多岁，这个每年流水都几个亿，哎，就是飘了嘛。这是说到长时间洗澡泡澡，我看这个聊天怎么又没了？啊这出来了。呃，这是泡澡，嗯，还有一个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啊，现在就是一个久坐的问题，久坐不动，这个其实是对这个心脏是非常不好的，对这个你这全身的血液循环系统也是很不好。但是很多人都形成习惯了，哎呀，还是我之前视频里就反复提过的，大家不能做的太老实。现在已经不主张这种标准坐姿了，大家就是如果是需要坐着办公啊，坐着做一些事情的话，一定是半个小时起来活动2分钟，或者15分钟换一个姿势，或者你没事就换一下姿势，就不要一个姿势时间太长，这样呢都是很容易诱发这种心脑血管的问题的。久坐不动，另外一个呢是睡眠打鼾，就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嘛。或者有的人呢不是没到那种程度，但你如果睡眠打鼾，你可以拿个手机录音一下呀，或者有专门的 APP，或者是问一下家人，因为你自己打鼾的时候，往往自己发现不了，但是家人肯定是知道的，或者你放一个 APP，放一个手表啊，监测一下，或者放个录音机录一下，自己睡觉的时候打没打呼噜，打没打鼾，打鼾的声音是什么情况，有没有那种憋住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及时检查，及时做监测，做治疗。现在有这种呼吸机，都是可以很好的治疗。如果有但不是很严重呢，可以用那种3M 的胶带，就是在这个睡觉的时候，人中稍微竖着贴一下，不用像那个绑匪那样整个全都贴上啊，你就贴人中这一条，它左右还是能透气的，不会憋死。
但是可以让你这个打鼾的状况能够得到改善。有的人他可能皮肤比较敏感，或者是觉得贴胶带不舒服，可以找一个那种口罩，你用布的也行，用那种一次性的也行，戴上，然后把鼻子露出来，这样就让你这个口腔的通气呢减少，这样鼻腔的通气会多一点。但是如果你鼻子是不通气的，你要想办法洗鼻子呀，或者是做一些治疗，让这个鼻子这个鼻道是通气的。这是睡眠打鼾的问题，这个很容易就是睡眠过程当中你出现这种心脏骤停都是非常危险的。之前视频也讲过，就是原来一个任教授他就是睡眠当中这个心脏就不跳了，这个这是讲的这种呃容易诱发这种心源性猝死的这种高危的行为，而且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说是叫猝死，但它并不是说随机抽签儿的，不是说你这身体健康一直很好啊，状态一直很好，突然就猝死了，都是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长期积累以后，最后到这个压垮骆驼的这最后一根稻草，它爆发出来了，才会猝死的。那怎么去预防呢？一个是说这些习惯，大家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调整，一定要改。还有呢，就是通常它出现猝死之前呢，会有一些不舒服，这些不舒服呢，就是一个身体给你的警报信号。比较常见的就是像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这种晕厥，就是突然觉得眼前一黑，或者说有点晕乎，然后又找不出原因来。还有那种剧烈的胸痛啊，你看刚才我讲这个李大夫说他是右边胸痛，但他心脏是在左边啊，但是他是觉得右边痛。然后还有这种持续的这种心悸，就是觉得心慌啊、心跳加速啊，还有那种濒死感。我昨天那个视频讲，海姆立克也讲了，就我被噎住，被那牛排噎住的时候，我就有那种濒死感。那个其实就是心脏可能有点缺血，就是你出现这种窒息的状态了嘛。还有一些不是特别典型的，比如有一些牙疼，你可能你刚看完牙医，或者你牙疼之后你去看牙医，牙医说，哎，你这牙都挺好的，没问题，那个牙疼还老厉害，老是反复，那你就赶紧去查一查，它可能就是心脏引起的。还有这个好多这种觉得肩膀老反复的疼，哎，你去做按摩啊，做针灸，去治疗，做运动，哎，没有变化，那这个不跟你这个活动，你说我怎么肩膀动一动，它还是疼，没有任何减轻或者是加重。还有一种是肚子疼，就是腹部这块儿疼痛啊，你去查，也是说，哎，不是说阑尾炎啊，不是胆囊啊，不是说胃的问题，这个时候啊，你一定是提起高度重视，或者说家里面有家族史，家里面有老人呀，或者是亲属就有过这种心脏的问题，有过这种猝死的这种历史，还有你本身你是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其实就是定期你需要查一下这个心电图，然后心脏超声，然后或者是如果有问题的话，最好做一下这种冠脉的 CT。但是现在也可以做这种基因检测啊，基因检测不一定都准的。年轻人最常见的是肥厚性的心肌病，然后这种是容易引起猝死的。老年人他主要就是血管它有一些堵塞的问题。在电脑上听到声音很小，和平时声音差距很大。哦，没有图像，只有声音，这是什么情况？都是没有图像吗？我这现在没有多的手机，我也看不了。我自己这看着好像是有图像的呀，我后续我再查一下啊。在电脑上听到声音很小，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麦克风的设置的问题，还是放的位置问题，放到下面一点，刚才放下面说小，这回再调一调。这个应该
没变这个设置啊。我这看着那个声音在那个混音器那里边都到头了，我再调一调怎么调啊？这个声音真的是很大的问题。平衡啊，有图像声音小，然后没图像有声音，这个是什么情况？我这个又设置错了吧？我这增益已经调大了，调到头了，我看看怎么办？不行，我就说话大声点儿。是不是因为隔壁在学这个巴西柔术，这个环境音比较大啊？我给它调一调，我把门开开试试啊，这样声音会好一点吗？先这样再试一下吧。就想这个出现一些症状要注意做一些筛查。大家有症状的话就及时查，及时去医院。你在国内的话，去急诊啊，或者去心内科，或者去一些普通内科都是可以及时查的。然后在加拿大这边，其实跟家庭医生或者你去 UPCC，大家好多人好像不知道啊，就是至少在 BC 省这边，它是分几个级别的，一个是家庭医生，还有一个医院的急诊。医院的急诊是指有生命危险的急诊，就比如出车祸了，或者我这个心脏突然不行了这种急性的情况啊，这种是去医院的急诊，或者说我这个是出现这种外伤了，这种是要去医院的急诊的，这个不要搞混。还有一种急诊叫 UPCC，它是叫做没有生命危险的急诊。像列治文这儿有2家，一家是在那个 Superstore，还有一家是在 Cambie 那边，这两个都非常方便，也好停车。你如果是急性心脏啊或外伤，你去这个 UPCC 反而不方便，你要去医院的这个急诊。但如果是没有生命危险的，比如说我只是说有点不舒服，但不确定是不是有生命危险，就还没到那种急性的状况，你去这个 UPCC 可能够更及时的看到，因为它是有一个机制是，通常人不多，然后你去了之后呢，他先做一个登记，然后会给你做一些基础检查，然后分类之后呢，会给你预约大夫，就是分析一下你这个情况。你比如你说上次我有一个病人，他是那个脚指甲被碾了，然后整个指甲就下面淤血嘛，就比较紫。你说这个去医院的急诊就肯定不合适，你去的话估计起码10个小时以上吧，那肯定是先救这种有生命危险的人。你这个指甲看着很严重，但是不影响生命啊，所以我就建议他去那 UPCC。结果他说去了 UPCC 之后，人一看情况就说你先登记一下，然后可能得排个2个小时，然后你先回家吧，然后提前20分钟排到的时候给你打电话，啊，结果就是他说没到2个小时，1个多小时，给打个电话就说你这现在快排到了，你现在赶紧过来吧，然后他就开车，魏志文这边你就是差不多10几20分钟到哪儿都能到嘛，然后他就去了 UPCC，然后及时处理完了就很快，都是 MSP 的，当然也有，刚才用手机试了一下，声音非常好。哦，是电脑。那我因为我开的这个叫什么双频的直播呀，就是横屏和竖屏同时直播的，它是不是这个电脑和手机会不太一样？我也不是太清楚。如果实在声音不行的话，回头就看这个回放吧。回放应该声音是没问题的，我之前试过很多次，应该都是没问题。这个我也不知道是这个油管后台的问题，还是我这个麦克风设置的问题啊。就是它分几个层次，然后就是加拿大还有这种专科医生，专科医生他不是像国内那样，国内的话就是分科，各个科室它都在医院里面，然后这边很多的时候它是分专科，就是比如眼科的大夫他都在一个眼科楼里面，
然后肾病科可能都在一个肾病科的一个楼里面，心脏病的医生他都在一个心脏病的楼里面。你也不是那种医院，它就是看着就是一个写字楼，但是它的里面这种都是有这种专科门诊，有一些小手术就在这里做了，然后有大的手术呢，他就跟你这个约医院的手术室，然后再去做。这专科医生，专科医生的话，他有 walk in 的，然后也有需要你家庭医生预约的。这个回头我做一期录播的节目，把这个加拿大的医疗系统讲一讲吧，就讲一讲大家新移民的应知应会，你了解之后，你知道怎么选了。这是讲到呃这个筛查检查。那除了这个呢，就是大家要重视这个保健呀，就是保健是分几块儿，因为刚才我们说这个保健品嘛，保健品跟大家推荐几个东西。我看早晨老王也是推荐大家吃这个鱼油，然后 Costco 的鱼油我也是在 Costco 买的鱼油，牌子呢就是大家买这个 Weber，就是 WEBBER 这个牌子，这个是加拿大的一个很有名的牌子。它的好处呢，就是它会比那个 Costco 自有品牌的那些鱼油稍微贵一点点，呃，量呢比较少，它这一瓶才200，啊，Costco 那个我看好多都是300多的，所以你就等于是鱼油单粒的价格要贵一点点。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啊，它这个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是比 Costco 的那个鱼油含量要高很多，所以你吃这个就不用吃那么多。而且呢，它的好处是它的技术比较好，所以吃这个鱼油呢，就是好多人吃鱼油有那个腥味儿反上来，很不舒服或者咽不下去。而 Costco 那鱼油做的也比较大，好多人就咽着费劲嘛。然后这个呢，它就没有腥味儿，而且它吸收也会好一些。大家买鱼油可以考虑这个啊，当然它会贵一点。如果大家就是不怕说那个吞咽的问题啊，或者那个腥味儿的问题，就买 Costco 那也一样，它那个就是吃的多一点，它可能得吃4粒才相当于这个2粒吧。然后就是 Q10我就买的 Costco 的这个品牌的，我买它这个200毫克的这个，这样就是一天吃1粒就行了。然后老王有一个没说的是这个维生素 D3，我买的也是 Costco，也是那个 Weber 的这个牌子的，它有一个K2加 D3的，这个呢对保护心脏也是有帮助的。而且维生素 D3呀，不光是说缺钙或者骨质疏松要吃，你像北纬地区日照是不足的，尤其是冬天，温哥华这边下雨比较多嘛，维生素 D3就非常容易缺乏。然后维生素 D3缺乏就非常容易引起这种慢性疲劳，并不光光是这个缺钙和骨质疏松的问题，你的内分泌还有你的免疫系统其实也都是靠维生素 D3来维持的。但是维生素 D3有一个问题，它是饮食当中含的不多，主要是内脏还有一些肉里面会有，然后深海的这种鱼啊这种水产里面会有。但是你通过这种摄入呢，就不太容易够量。啊，当然你自身的肝脏也能够合成，自身肝脏合成的条件就是你要有这种足够的运动，有足够的这种光照，太阳光的日照。然后这边西人很多就习惯到冬天呀、或者是下雨的雨季的时候，就跑到热带或者跑到夏威夷晒晒太阳，就是为了让这个体内的第3状态好一些。大家如果是有这方面的症状，就刚才我说的慢性疲劳的问题、内分泌的问题、免疫系统的问题的话，可以买一个这个 K2加 T3，吃一吃。你吃一段儿之后呢，大概有个1、2周你就会有感觉。如果呢你不是那种特别敏感的，你也可以找家庭医生或者到医院去查一下这个 D3，抽血查呀，查一下那个 D3缺多少。如果是缺的很多的话，你可能要加量吃；如果你是正常的话，或者是稍微有点低，
你就照这种常规量吃就可以了。这是保健品。保健品推荐完以后，我们除了这个，呃，保健品可以吃呢，还有就是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大家可以做一些这种穴位的按摩。我真的是推广，就是推荐大家看一看那个我之前做的那个312健康锻炼这个方法，这个朱总强教授这个方法真的是很科学，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稍等啊，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真的是帮了很多人，很多慢性病、高血压呀、心脏问题，通过这种312锻炼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甚至说都摆脱这种药物了。就是通过你保健按摩，通过这种腹式呼吸，通过双腿的运动、深蹲、散步，就可以让你身体的状况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针对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心脑血管呢，主要就是这个内关穴啊，手握住手腕之后，去握手摇动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大的力气。大家就是每天坚持，你做个3-5分钟也行，有时间你就做一做，对这个心脏的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它是心包经嘛。另外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你如果心脏真的有问题，你自己又比较迟钝，没有那些不舒服的感觉，你去找一找这个心包经上，去用手去按一按呀，揉一揉。如果你真的是有这种心脏相关的问题，往往这个经络是最先反应的。就你本人可能还没有症状，甚至你到医院，你做心电图都是正常的，你去揉一揉这个穴位，你可能发现一些痛点，这个就提示你心经或者是心包经，你的心脏的这种区域啊或者功能，它已经开始有点减弱了。你这个时候你去把这个痛点通过按摩也好，通过艾灸也好，通过针灸也好，你把它这个痛点减掉，我们叫解结嘛。解结之后，通常你这个心脏的功能状态，你的感觉都会有所提高，有所改善的。这是从中医的这个保健上来说，嗯，大家就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内关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讲这个休息嘛，就是中文以前都是单字，每个字都是有意义的。休和息其实是两个意思，大家看这个字形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休呢是一个人，然后呢是一个木，就是一个人靠在木头上休息嘛，就是其实讲的是更多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你的肉体在停下来，就是大家这个好多人是能做得到的，就是啊我先不工作了，我去放个假呀，我去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或者我就发发呆呀，这个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后面这个息好多人做不到，息呢就是上面一个字，下面是一个心，就是我们要遵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说让外物、让外面的事情、让你的工作、你的家庭的啊、你的一些问题，把你这个心困住，让你这个心转起来。我觉得这个张雪峰老师他就是摊子铺的太大了，家里面一堆事儿，然后十个公司、11个公司啊，底下这么多人，然后那么多的签约的学生啊，我看他这个还带货呀，这个有的时候甚至是一边吃播带货，一边这个讲课，一边回答这个观众的疑问，这个就是心就是根本就停不下来，就没有这个息，修可能他也做的也不到，就是你身体也没有得到停下来，然后这个心也是一直在外面飘着的。那怎么做这个息呢？就是并不一定说我要财富自由啊，像王教主这样，我想去台湾去台湾，想去美国去美国。大家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就是你每天你给自己留一个时间，哪怕说就5分钟、10分钟，你就跟身边的人也好，家人也好，那这5分钟就是留给我自己的。这个时候5分钟不要打扰我，你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或者你找到一个家里的一个角落，
一个你觉得安全的地方，你会打坐你就打坐，不会打坐呢你就瘫在那里，什么都不要想，就是把大脑放空，让你这个心真的是停下来。这个心脏我们知道每天它不断的跳，不断的跳，你才能活着。你让它停下来是不行的，一停下来人就死了。但是我们可以让它减轻一些负担，就不要想那么多事儿。这就是一个休和息，大家一定要争取做到。5分钟你放空呀，就相当于说我们这个手机也好，电脑也好，把内存清空一下，不要是让它这个一直干扰你的大脑，干扰你的心，让它这个不断的繁忙。晚上就不要夜跑，也不要熬夜了。晚上吃完饭散散步，放松放松，让自己有这个有张有弛，你这样状态才能好的。声音应该还行吧，今天就说声音小的特别多，我这个越来越没自信了，不行，还得再换个麦克风吧，换个大点的麦克风。就是讲的差不多就这么多吧。然后最后我讲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刚才讲了中国的这个院外急救成功率不到1%，这个也跟中国的这种社会环境有关系。好多人是没有受过这种规范的呃心肺复苏的抢救，尤其是这个除颤仪 AED 的使用的这种培训的。还有呢，就是国内这种 AED 啊特别少。你像我刚从中国来加拿大，我最吃惊的是，好多人没观察到的，就是我最吃惊是这边到处都是 AED，就是你公共商店呀、公园啊，任何公共场所，你呃，隔几步就能看到一个 AED 的机器在墙上面，然后你也能买到那个 AED 那个机器，那个是有点贵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企业主，比如像张雪峰老师这样的话，你应该在公司备一个。这样的话，万一有人有这种需求呢，你及时能用上，黄金4分钟，你就可以很好的这种把他生命抢救回来啊。当然，你如果是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是家里面有这种家族史的话，其实你可以在家里面备一个这个急救的设备，哪怕说就备一个这种呼吸的这种设备都可以的。培训呢，其实，如果是在加拿大，加拿大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培训机构的。我推荐是可以报一个这种红十字会的，加拿大的红十字会啊，这个它有这种基础的急救培训，还有中级和高级的。它会教你很多这种除了心肺复苏，除了这种 AED 这种电除颤的使用之外，它还有一比如说家里面这种意外损伤，你手割破了呀，或者是扎了个钉子呀，或者眼睛受伤了，他会教你怎么判断你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医院的急诊，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自己先处理，怎么处理，然后处理之后会有什么问题，它就是你这个都是可以学得到的，而且费用不贵。而且这个培训你学完以后，你去找工作的时候是可以有用的。你像我在这边注册中医师，或者是注册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这种专业，包括你如果是在一些仓库啊，或者是在厨房，可能有一些这种有危险的地方去工作的时候，都是需要有这个基础急救的培训的。这一点就加拿大做得很好。中国其实也有中国的红十字会，还有包括一些登山协会啊，大家也能找到这种相关的基础急救的培训，好多医院也有做的，大家可以从网上找一找，应该能找得到，不会很贵，你去学了以后呢，它可以很规范的培训，而且会给你一个证书，你有这个证书呢，你在外面去碰到紧急情况，你去抢救的时候，是可以保护你有一个法律的安全的，就不会因为说是什么我去做急救抢救了别人，反而会被这个赖上啊，这个不用担心，你去学一下，对家人也好，对身边的人，你这样你出去玩碰到这个意外的情况，你也知道怎么处理，不会太慌。最基础的你也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去打急救电话。这个大概讲这么多。我看一下。哦，维他命 C 讲
想问一个问题，有关打坐的，你有没有定时规律打坐？我有啊，我一般是每天早晨和睡觉是至少有一个时间段会打坐，然后有的时候是两个时间段，然后白天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工作之前，还有结束工作之后会打坐。这个这个就是看每个人状态啊，你不一定是需要每次都入静入定，啊，主要是让身体有一个梳理，尤其你的这个心有一个梳理。我最近看到一个美国的案子，关于冥想，这个人在冥想时候感受到离体的状态，felt being want to with me。哦，这个出体啊，出体的是很常见的，他可能跟他这个冥想的时候，用的方法有关系。但是初学者的话，我觉得不要太在意啊，这就走火入魔了嘛。就是回到现实生活以后，感受到很多幻听幻觉，就是他走火入魔了。就是之前我跟老张聊的那期嘛，就是他处于一种这种神经紊乱，出现这种走火入魔的状态，他应该是调整一下方法或者专门治疗一下就好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千万不要再冥想，再冥想一般都会加重的。我的问题是，啊，我等他打出来，问题还没打出来，不着急，你慢慢打。今天讲的就是说张雪峰这个事儿，所以把这个急救啊，还有这种心源性猝死相关的问题，简单聊一聊，没有准备太多，就是大家随便聊一聊天。我身边这真的是有不少人了，有年轻的，很年轻，也有很老的。我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医院旁边一个日企，这个外资公司啊，有一个男的大学生是实习，第一个月，第一个星期，呃，晚上加班就猝死了。当时还是日企还不错，就是给他赔了不少钱，但是也很可惜啊，你这个等于刚进入社会嘛，人生刚刚开始，人就没了，这个非常可惜。心源性猝死现在是挺多的，刚才我念数据了，国外也是很多。但是我们真的是这个是可防可治的，防的就是大家要有这个意识，千万不要说，哎，我觉得疲劳累了，我要扛一扛啊，千万不要扛。如果你发现怎么恢复也恢复不了的这种疲劳，一定重视起来，及时的检查身体，及时的调整生活方式，及时的调整这种工作的状态，千万不要疲劳作战。运动方式要选择适度的，不要追求这种极限。像这种马拉松啊，还有这种瑜伽呀，瑜伽在运动分类里面也是属于极限运动，这个都是容易引起这种意外的。维他命 CC，你的问题是什么呀？我看你还没打出来，就是静功和动功啊，一定是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如果你没有动功，身体很差。我的问题是，这个留言的网友没有说后来怎么样了。哦，一般他如果幻听幻觉出现一定程度的话，就有可能就是现在心理学说的这种精神出问题嘛。他如果去吃一些药的话，是可以治疗好的。一般大多数的话，就是不带冥想，不带打坐，或者是换一种方式，或者是加强体育锻炼。就刚才我要说啊，就是传统的话，就是动功和静功一定是成比例的。一开始大家就是最好是10成的动功，然后0成或者1成的这种静功，就是你的阳气要够，然后你练静功的时候，它这种
阴龄上呢去调，就不太容易干扰到你这个肉体，就不太容易出现问题，不容易走火入魔。然后慢慢的你就是减少留言被屏蔽了，有可能这不是我设置的，这应该是油管的这个系统。哦，我看到你把那个实时聊天啊，给调成实时聊天，你如果是看的是重要信息，你那个就看不到了。我刚才也没看到。哦，我看到你的问题了。如果在打坐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因为我在留言区看到很多英文的留言都在说是被附体之类，有的打坐2次都碰到这种情况了，当然都果断拒绝，但第3次就被硬上，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哦，我看到这个问题了，看到了，看到了。就是说那个不一定是附体啊，就附体它是有明显的征兆的。好多附体呢，就是说你自己先怕了，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不是真的附体啊。就是我们从最基本的逻辑说啊，就是它附体，它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也是有所图的。那你这个图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是身体状况特别好，或者你这个我们说叫什么，你的慧命足够嘛，才会吸引。但是人体呢本身是一个闭合的系统，你如果这个闭合系统比较好，就是我们说的刚气层完整的话，是不太容易被附体的。一般就是你身体的特别弱，或者说刚气层被打开了，有一些不太好的功法，或者说一些冥想的方法，我不说具体名字了，就是它引导你去想象啊、接引啊，或者是这种类似吧，就特别容易招来一些东西。但是呢，它这种招来的东西呢，通常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来附体。嗯，所以就是刚才我说的又转回来了，就是你要一定是动功要做够，就是你的气血足够旺，你的身体结构状态越完整，结构越合理，就越不容易受到这种外界的干扰。简单说就是这样，就不用太担心。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第一个呢，就是马上停练，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些这种体力的运动，或者是一些动功，或者比如说像重锤功这种专门练阳气的这种，你阳气足了以后，它是没办法说硬抢硬上的，就大概是这样。你2次都碰到，就是第一个你可以换功法、换地方，或者你把你的这个布局调一下，就是我们说你这个阵要调一下。他要老是3番2次的，老是出现这种情况，要不然就是他的功法的问题，要不然就是他身体的问题，要不然就是你这个环境的问题。另外想问，如果被西方的灵附体了，用东方的方式能驱逐吗？就是不同国家恶灵、不同的宗教背景驱逐方式有用的，这个我们都试过啊。就是其实主要是看你这种被附体的人，他相信什么，他觉得哪个体系比较好。你说有点像说这个，之前讲那个公路医生讲的这个嘛，就是你中医和西医，你如果这个人就是他的观念就是，中医就是巫术，就是这种不科学的，就是用了就会死，那你就是肯定是治不好的。但如果他觉得说，哎，我觉得这个人，我对他有信心，我对他的方法有信心，那一般都是能有效果的。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还是这个被附体的人他自己的状态，有很多的办法。像老王讲他那个他父亲那战友吧，高洪波那个母亲被附体，你就是输液，吃老母鸡，吃鸡蛋，你营养跟上来了，身体状态好了，气血足了，这些就没什么事儿了。一般不是说特殊的因果原因，都不是太难去啊。就是特殊的，就是大家能在历史上看到那个，一般人想被那样附体也不太容易，不用太担心。然后东方的方式呢，就东方的方式的优势，然后呢，
不同宗教的驱逐方法呢，有不同宗教的驱逐方法的优势，这个都能去，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然后实际上那个负的零也不是分什么东方西方，就是啊，你可以都认为它是能量，或者说是异类吧，就是也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和我们这个普通的生物生活的规则不太一样的一些生命体啊，就不用太担心。你如果是仰视它的话，那你就不太好处理；你如果是俯视它，你就不用太担心。是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看了美国的一个案子。什么案子？这个有点儿超纲了啊，这个我们聊张雪峰老师聊的有点儿太跑题了，有很多困惑的地方。你要不然，维他命 C，你给我写个邮件吧，你详细捋一捋，你把你这个想法儿、问题、困惑的地方，你都写一个邮件，写长点儿没关系的，然后我看看，怎么给你回复一下，回复邮件，或者是我录一期视频专门讲一讲，可以吗？这个主要是我这边儿到饭点儿有点儿饿了。啊，今天就先讲这么多吧。这个你身边可能是不太容易懂的。你链接你发到我邮箱里吧，我邮箱在我那个说明里面，频道说明里面有的。或者你在这个视频下面评论里面直接发评论链接可能会被屏蔽，你发邮箱可能好一些。然后我看了之后，我看看做一期视频或者是怎么给你答复一下吧。那今天就先讲这么多吧。希望这个张老师离去之后，他这个公司和家人可以比较顺利吧，不要有太多的麻烦的事情。哎呀，他还是做了很多好事的。那今天就先讲这么多，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